你跟我一样喜欢喝鸡汤吗？不论汤头咸淡，你应该有发现汤上面总是浮着油。从溶解的角度来看，聪明的你一定知道，汤的咸淡是因为盐会溶解于水中，越多盐溶解在水中，汤就越咸。而油与水不会互溶，且油比水轻，所以会浮在水面上。想知道影响溶解度的因素有哪些吗？这个单元我们就来探讨影响溶解度的3个因素：物质本性、压力及温度。这几年很流行指甲彩绘，相信你知道洗手不会洗掉指甲油，那你知道要用什么才能卸除指甲油吗？你答对了吗？卸除指甲油要用去光水。但你知道为什么水无法洗去指甲油，而去光水可以？其实这是因为指甲油不能溶解于水中，但可以溶解于属于有机溶剂的去光水中，而离开指甲表面。溶质喜欢溶解在同类的溶剂中，就好像物以类聚的概念一样。溶质与溶剂会遵守同类互溶的原则，那怎么看它们是不是同类？溶剂和溶质大致上可分为电性分布不均匀的极性物质和电性分布均匀的非极性物质。水具有极性，为极性分子，因此同样为极性分子的物质，如氯化氢、甲醇等，都喜欢水，具有亲水性，会溶解在水溶剂中。而非极性溶质，如碘、氯，则不喜欢水，微溶或是难溶于水中，但会溶解于疏水性的非极性溶剂中，如己烷等有机溶剂。我们都知道，打开汽水盖时要小心，很容易一下子大量的气泡会冒出来。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气泡吗？这跟溶解度又有什么关系呢？汽水等气泡饮料之所以喝起来有气泡感，主要是将二氧化碳气体溶于水或调味过的糖水中，但是二氧化碳不容易溶于水中。因此，工厂利用气体在压力越高时，溶解度会越大的特性，来增加二氧化碳在水中的溶解度。所以，当瓶盖打开时，压力变低，原本溶于水中的气体溶解度就下降，二氧化碳也就大量的跑出来。当压力越大，气体分子碰撞到液面的几率越大，因此进入溶剂并溶解的几率也越大。所以在固定温度下，压力越高，气体的溶解度就越大。但当溶质是固体或液体时，改变液面上的压力时，并不会影响固体和液体本身的压缩程度。所以压力对固体和液体溶解度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你是否跟我一样，喜欢在炎热的天气里来罐汽水、沙士或可乐这种气泡饮料？这有2罐没开过，而且没经过摇晃的汽水，你知道哪一瓶比较冰吗？不冰的汽水喝起来就是没 feel。左边这瓶比较冰，你选对了吗？现在就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2瓶都没开过，左边这瓶没有看到气泡，表示气体都溶解在汽水中。右边这瓶有很多气泡，表示很多气体已经离开水中。气体因为在高温时动能比较大，因此温度越高，越容易脱离溶剂。右边这瓶饮料因为很多气体已经离开水中，表示溶解量较少，所以温度会比较高。
反之，左边的饮料温度则比较低。从本章多种气体的温度和溶解度关系图中可以看到，例如在20度 C 时，100克的水能溶解 0.0046 克的氧气，但温度上升到45度 C 时，100克的水只能溶解 0.003 克的氧气。因此，若是工厂直接将冷却锅炉后的热水排放到河川、海洋中，会使水中氧气溶解度下降，导致水中生物因氧气不足而死亡。与气体溶质相反的，对大部分的固体溶质来说，溶解时会吸热，因此温度越高，它越喜欢，就能溶解更多的溶质，溶解度越大。从固体溶质溶解度与温度之间的关系图可以看到，以硝酸钾为例，在30度 C 时，100克的水只能溶解45克的硝酸钾，但随着温度上升，能溶解硝酸钾的量越多。到70度 C 时，100克的水可以溶解140克的硝酸钾。不过，对于某些少数的固体溶质来说，如硫酸盐类，溶解时不会吸热，而是放热，因此温度越高时，溶解度反而下降。例如，在40度 C 时，100克的水能溶解48克的硫酸钠，但随着温度上升，硫酸钠的溶解度下降，到70度 C 时，100克的水只能溶解42克的硫酸钠。学习完影响溶解度因素后，让我们来做个重点整理吧。影响溶解度的因素有3个：溶质与溶剂的物质本性、压力、温度。1. 溶质与溶剂属于同类时才会互溶。2. 压力对固体与液体溶质的溶解度影响很小，但对气体溶质则是压力越高，溶解度越大。3. 大部分的固体溶质温度越高，溶解度越大，气体溶质则相反，温度越高，溶解度越小。